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周一在北京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在2022年持续，大部分商界领袖、政界人士和学者对世界前景感到担忧。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即将发表的演讲将为世界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怎样的中国方案？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提供怎样的重要机遇，备受外界关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因素增多，南北发展鸿沟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主席与会并发表演讲，在此背景下具有重大意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周二发布的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当中的一项针对商界领袖、政界人士和学者的全球调查显示，超过84%的受调查者担忧世界前景。大多数受调查者认为，世界将在今后3年要么呈现持续波动性，要么出现诸多意外或发展轨迹断裂。深圳卫视注意到，造成这种未来数年世界将陷入动荡失衡判断的诸多依据中，疫情持续与气候危机是最重要的因素。报告提到，疫情产生的经济后果正在加剧，全球近半数人口已全程接种新冠疫苗，疫苗不公平导致不同地区经济复苏程度不一，这可能加剧既有的社会分裂和地缘政治紧张。受调查者还普遍认为，对气候危机无所行动是今后10年面临的最大风险。外界注意到，在疫苗与气候变化这2个全球重要关切点上，中国均已作出郑重承诺并予以践行。习近平主席在去年1月25日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进行特别致辞时表示，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让疫苗真正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去年10月30日，习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6次峰会时，还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动的5点倡议，加强疫苗科研合作，加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力度，公平对待各种疫苗等，都在倡议当中。截至去年12月26日，中国已向12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20亿剂疫苗，完成了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做出的宣誓和承诺，成为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全球使用的疫苗中，每2支就有1支是中国制造。有关气候变化问题，去年的达沃斯致辞中，习近平就提到，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要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促进绿色发展。去年4月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表示，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此后，中国还发布具体的有关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意见和行动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观察指，在疫苗与气候问题上，中国有决心，更有行动。我们中国14亿的这样一个庞大的一个人口群体，那我们中国最先控制住的疫情，并且把我们的这个疫苗跟全世界来分享。另外一个长期的一个威胁就是气候变化。那我们中国已经做出了这样一个3060的这样一个承诺。我们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中国能够做这么多，其实一方面对发达国家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个压力，另一方面对于其他的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是一个做个表率，我们是个带动作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新冠这个疫情以及这个气候变化上，我们中国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的这样一个作用，贡献了很多的正能量。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萨迪亚·扎西迪日前就表示，全球在公共卫生和经济发展领域的合作对于实现更加均衡、快速的全球复苏至关重要。全球领导者必须齐心协力，开展多方协作，共同应对持续的全球性挑战。习主席在这么多年的这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这个参会过程中呢，提出的这些主张，我把它归结为3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开放，第2个是包容，第3个是合作。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到各个国家，当然是主要的这些国家，他们都取得了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刺激举措。那之后会出现一个高债务的一个问题，怎么削减债务？那么首先是这个大家形成一致的共识，这第一个。第二就是削减债务过程之中，有些国家可能通过运用自己的货币主权这种掌控力，把自己的这样一个新冠疫情的这样一个防控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
未来可能还是需要各个国家一是要展望未来的这个后危机时代的一些主要的这个问题，像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同时呢，可能要进一步加强政策间的这个协调。周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的2021年外贸进出口情况，也印证了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据海关统计，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1万亿人民币，比2020年增长21.4%。2021年以美元计价，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了6.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关口，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另外，国家统计局将于下周一发布2021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届时 GDP 增速、工业、消费、投资等经济数据将公布。根据分析，全年 GDP 增速有望达8%。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日前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们非常亮丽的经济的表现，其实是给全世界的贸易、投资，包括一个资金的展示的这样一个避风，我觉得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机遇。处于不确定性之中的这样一个世界经济，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稳定器的这样一个作用。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一将在京出席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演讲。您对此如何前瞻呢？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习近平呢就任国家主席之后第3度出席世界经济论坛，那么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新年呢首次向国际多边平台发声，那么这也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又将会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论坛的操办者也是创始人的施瓦布主席呢，他此前接受新华社采访就特别用 historical， 也就是具有历史性意义来盛赞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前2次演讲。所以对下周一的第3度演讲，世界已经形成了惯性的期待。比如呢，5年前当反全球化、反自由化的逆流席卷全世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演讲被公认是发出了捍卫全球化、捍卫贸易自由化的时代最强音。习近平有关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是呢，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的这种坚定表达，更是成为全球的刷屏金句。那么在去年的演说中，习近平也强调，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个抉择，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将决定世界的未来。那么他把脉世界变局，指出面对4大课题，提出呢要4个坚持，强调4不搞，也就是不搞封闭排他，不搞唯我独尊，不搞冲突对抗，不搞固步自封。演说告诫，在国际上搞小圈子、新冷战，排斥、威胁、恐吓他人，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人为造成相互隔离，甚至是隔绝，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对抗。一个分裂的世界无法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对抗呢将会把人类引入到死胡同。这番话呢更是赢得全世界的广泛共鸣与热烈回响。那么对于即将到来的开年重磅演说，世界又有哪些具体期待呢？我个人认为外部世界对下周一重要讲话的特别期待呢，主要体现在这4个方面。首先，当务之急还是新冠疫情的应对。那么现在的最新态势是奥密克戎新毒株在全世界，特别是美西方国家开始雪崩式的传播。世卫组织就警告说，未来2月欧洲1半人将会感染奥密克戎。美国战役队长福奇博士甚至预警山姆大叔会人人感染。那么全球战役如何来面对躺平共存与坚决清零的这种路线之争？那么健康、社会和经济的成本应该如何来平衡？那么其次就是全球经济如何来提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大流行它的经济代价愈发的高昂，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这个冲击可谓是雪上加霜。那么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去年的通胀高达7个百分点，创40年的新高。那么在经济乏力、市场疲弱之际，如何来迎战通胀猛虎？这也关乎每个人的荷包安全。第三，真正的多边主义如何捍卫？去年一整年，那么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的一个时代命题，就是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反对伪多边主义的各种乱象，比如呢大搞本国优先，比如呢动辄退群毁约，挥舞单边制裁的大棒，比如呢拉小圈子搞集团政治等等。第四，
中国机遇如何阐释？习近平此前在达沃斯讲话中曾经向全世界发出真诚的邀约：中国人不会犯红眼病，不会抱怨他人从中国发展中得到了巨大的机遇和丰厚回报。中国人民呢，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那么，同样值得关注的无疑是冬奥元素。还有不到3周时间，北京冬奥会就将盛大揭幕。习近平在新年贺词讲话中也特别向世界宣示，我们将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奥运盛会，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万众瞩目的讲话一定呢会涉及到万众瞩目的冬奥盛会。好的，谢谢管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应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周四访华。外界注意到，博纳此次访华受到中方高规格接待，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分别与其举行会谈。观察认为，法国今年上半年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此时中法互动也将为接下来的中欧关系发展谋篇布局。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周四在钓鱼台国宾馆视频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王岐山表示，在两国元首定向把舵之下，中法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中方始终视法国为全面战略伙伴，愿同法方一道，继续沿着两国元首指明的道路，共同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王岐山指出，和而不同是欧盟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也应成为中欧关系的指导原则。中方愿同欧盟秉持相互尊重、开放合作原则，打造实实在在的合作双行路，助力双方实现共同繁荣。博纳表示，法方高度重视法中关系，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也愿为推动欧中建立双赢合作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同一天，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应约以视频形式会见博纳，双方就中法、中欧经济金融合作以及全球抗击疫情、G20 财经议题、气候变化等交换看法。在江苏无锡，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博纳共同主持了第22次中法战略对话。双方一致认为，中法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类似看法，对加强双边关系有着共同期待，表示愿进一步发挥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突出务实合作对双边关系的支柱作用，发挥中法关系对中欧关系的示范作用，以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推动中法、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法国正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所以这个时候尽早的规划法国在担任轮值主席期间的对华政策，双方如何对好点儿迈好这个合作的第一步，这个规划找这个时机做规划是非常关键的。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今年上半年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此时举办的中法战略对话也将为接下来的中欧关系发展谋篇布局。此次中法战略对话将进一步增进双方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有观察指出，过去1年是中法关系高水平发展的1年。政治方面，中法高层互动频繁，习近平主席3次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并2次与法德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马克龙总统还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昆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经济方面，中法经贸更趋紧密。据中国海关统计，去年1月至11月，中法双边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977.1亿元，比2020年同期增长22.3%。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110家法国企业参加，展商数量和参展面积分别较上届增长28%和19%，达成意向成交额3.43亿美元，同比增长10%。在此次中法战略对话期间，双方对两国全方位合作成果表示满意，并一致同意继续推进航空、三方市场、绿色、数字等各领域合作，探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领域合作。正如法国外交的也一直强调的，中国永远是法国外交优先方向之一。那么这次呢，又赶上法国在4月份要进行大选，那么大选之前呢，双方会晤。中国表明支持马克龙的一个积极信号，也有利于法国政局的稳定，有利于中法之间更好的政治合作，当然也有利于推动欧洲一体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中法战略对话期间，双方表示愿发挥中法关系对中欧关系的示范作用，以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推动中法、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而博纳在对话期间也强调，欧洲将继续坚持战略自主，欧中不应对立，更不应对抗，而应进一步增进互信，推进合作，继续做高标准的合作伙伴。在会晤期间，博纳明确还表示，法方主张坚持奥林匹克精神，反对体育政治化。法国运动员期待参加北京冬奥会。过去一段时期，欧洲部分政客不时在涉疆、涉港、涉台等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中欧关系的未来走向引发高度关注。分析认为，德国和法国通常被誉为是欧洲一体化的双引擎，一直以来在欧洲对外交往、推进中欧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德国新政府成立时间不久，未来能否继续发挥牵引欧洲内政外交的作用，仍有待观察。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一段时期内，法国将在欧洲乃至欧盟框架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新年伊始，中法双方举行战略对话，就中法、中欧关系进行沟通，不仅是为新一年中法关系开好头，更为中欧关系起好步。观察指出，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对中欧关系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法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大国外交政策将使欧盟相对于美国的独立性增强，有利于欧中关系平稳发展。另一方面，法国主张更具保护色彩的贸易政策，具有排他性的产业政策，以及推动的碳边界调整机制等，都会对中国形成挑战。我觉得中欧关系的发展呢，也不能说乐观，也不能说悲观，因为法国的观点和整个欧盟目前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就是把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体系性对手、合作伙伴和竞争者。那么，竞争、合作和对抗应该说是法国定调中国的一个主要方面。但是我想，在法国这层面呢，担任轮主席的时候，还是想促进更多的合作，尤其在气候变化、经济复苏等领域呢，法国还是想有所作为的。周四，中法两军还以视频方式举行了第16次防务战略磋商。国防部发布的稿件中指出，中法两军通过视频会晤等方式保持对话交流，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两军关系的积极态度。中国军队愿与法方共同努力，持续深化两军战略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法方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中对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国际多边体系负有重要责任。法方重视发展对华军事关系，希望两军在疫情结束后尽快恢复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中国与法国均为联合国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肩负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责任。中法等5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不久前共同发表的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就充分体现了中法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减少核冲突风险的共同声音。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中法战略对话周4在无锡成功进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也在京与来华对话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进行了视频会见。您对此有何观察？中法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鉴于两国占据联合国5常席位的分量和体量，我认为中法关系实际上呈现出3大面向。首先呢，当然是双边关系，那么是双边的全方位的合作。中法战略对话体制化、常态化，这本身呢也是双边合作成果的具体体现。那么其次就是中欧关系的面向，第3个呢是全球的面向。中法作为全球性的大国，对推动解决全球议题承担大国责任。我认为呢，最值得探究的是中欧关系的面向。法德呢是欧盟的2大领导国，又逢法国现在是欧盟的轮值主席国。那么在欧洲政坛保有巨大影响力的默克尔时代画上句号之后，法国的欧洲领导力和影响力将会更加突出。那么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王岐山在视频会见博纳时的这样一句表达，无疑是很有深意的，很值得特别的解读。王岐山就说，法国今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希望法方引领欧盟坚持正确对华认知，独立自主地发展对华关系，开展对华合作，为中欧关系打上积极的烙印。为什么要强调正确的认知？很显然，至少是在欧盟内部，错误的认知还颇有市场，甚至在一些个欧盟成员国还频频因此来制造外交事件，
比如呢，立陶宛和蔡当局的无底线的勾兑。那么这样的错误认知、错误实践，会不会误导乃至是绑架欧盟对华关系？博纳作为马克龙总统的外交顾问，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在这个会见中回应的。博纳说，法方高度重视法中关系，愿意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也愿意为推动欧中建立双赢合作关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期待法国方面能够说到做到，期待中欧关系能够在新年开出新局。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立陶宛外交部近日委托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60%立陶宛受访民众不支持该国目前的对华政策。这说明立陶宛政府玩弄台湾问题，破坏对华关系，不仅遭到反对党的批评，也遭到本国民众越来越多的反对。不过，此前被反对党怒斥必须用辞职来缓和对华关系的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面对民意仍在强辩，不仅嘴硬说立陶宛没做错，还试图推欧盟出来一同反华。兰茨贝尔吉斯近期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误称中国以非法手段施压立陶宛和在立有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欧盟对此必须坚决对抗，否则国际贸易体系将遭破坏。兰茨贝尔吉斯还称会在本周5召开的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上述问题。分析认为，兰茨贝尔吉斯妄图拉欧盟到 WTO 状告中国搞所谓经济胁迫，并不会得逞，因为迄今为止，中方并没有发起所谓的经济制裁措施，让立陶宛经贸受损的只是中国企业自发的抵制措施。而欧盟官员此前也已明确表示，即便是欧盟委员会出手，也必须是在评估了中方所有行动之后。首先要确定中方是政府行为而非企业行为，同时还要征求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才能以欧盟的名义就此事上告到 WTO。 因为欧盟内部意见分歧有些国家觉得应该要力挺，有些国家持保守的态度那所以说呢，你要在欧盟内部要达成一个协议，达成一个共识的话呢，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所以说欧盟到目前为止呢，他还说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好了，那你继续观察，这个时间一拖，那可能立陶宛那边他就难以为继。立陶宛在台湾等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导致中立关系急剧恶化，结果却让立陶宛经济一蹶不振，老百姓叫苦不迭。受立陶宛外交部委托，该国民调公司于去年12月就立陶宛的外交政策对1000名受访者进行民意调查，发现仅有13%的立陶宛人支持政府的强硬对华政策，60%的人明确表示不支持。此外，立陶宛主流新闻网站15分钟的报道也指出，在1年前的调查中，信任政府外交政策的立陶宛民众为61%。时隔1年，民众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普遍信心急剧下降，不信任率攀升至47%。报道引述立陶宛政治学家尤纳维丘斯的分析称，民众之所以不满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因为在与白俄罗斯的化肥运输争端以及与中国的问题上，突然产生的巨大实际成本让百姓感受到了切实的痛苦，而民调结果也是发给当权者的严重信号。很多的跨国企业现在马上要离开了，立刻造成当地的失业，或者说立刻造成了当地很多的这个贸易断裂。现在如果说你要新盖一个工厂，或者说你要增加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厂商到那边去来弥补这个损失或弥补这个空缺，哪那么容易所以我说这个是对立陶宛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后果。不过，立陶宛外长仍执意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意孤行。针对低迷的民意，兰茨贝尔吉斯竟把锅甩给问卷调查的措辞不够准确，并在采访中诡辩称：“我可能会问立陶宛是否应该支持、同意台湾人民被称为台湾人的愿望，而不是询问立陶宛对中国的政策。”有观察指出，立陶宛和台湾八竿子打不着，更是没有必要因此与中国大陆交恶。兰茨贝尔吉斯锲而不舍冲在反华第一线，看的就是美国脸色。依照立陶宛的历史经验，他们是第一个脱离当时的苏联而独立的一个国家，在很多政策方面呢强调这个意识形态。那所以说，我说他们的这种向前冲的或者说是不顾一切的这个态度呢是比较坚定强硬的当然就是美国在后面撑腰。
在华盛顿看来，立陶宛是一个对华战略博弈的实验性工具，或可产生示范效应。在台湾民进党当局看来，立陶宛是他在连续丢掉所谓邦交国之后送上门来的一个礼包，可以用作撑大其国际空间的突破口。民进党当局早前称将设立2亿美元的投资基金，用于支持立陶宛企业。周二又加码提供10亿美元作为融资基金，发展双方经济合作项目。环球网发表社评，一针见血地指出，民进党当局没有哆啦 A 梦的口袋，他还要用台湾老百姓的钱买美国的莱猪、澳大利亚的红酒，还有日本的核污染食品，早晚捉襟见肘，难以维持政治收买越来越大的开销。中印两军举行第14轮军长级会谈后，双方周四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保持西段地区局势安全稳定，并尽快举行下一轮军长级会谈。对此，外界认为，当前中印合作氛围比上一会谈前后有明显改善，局势处于一个稳定可控的态势之下。另据印度主流媒体报道，莫迪政府已经决定在外交层面支持北京冬奥会，称这符合邻国优先政策。中印关系在新年伊始是否迎来小阳春？来看看报道。周四晚，国防部网站发布中英文双语版本新闻稿指出，1月12日，中印两军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中方一侧举行第14轮军长级会谈，两国国防、外交部门代表参加，双方继续就推动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有关问题解决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遵照两国领导人指引，尽快解决剩余问题。双方表示，这将有助于恢复西段实控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并促进双边关系。双方同意持续巩固已有成果，采取有效措施，保持西段地区包括冬季的局势安全稳定。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军事和外交渠道沟通，通过对话协商尽快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尽快举行下一轮军长级会谈。整个语调措辞相对来说都比较平和，相对来说都比较稳定，少了以前的那些这个唇枪舌剑的这种火药味儿，少了一些相互指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向。不过，分析指出，尽管此次会谈体现出当前局势整体稳定可控，但导致中印边境问题的根本矛盾仍不容忽视。微信公众号牛弹琴周五发文指出，按照部分印媒介绍，此次会谈持续了至少12个钟头，可见其讨论深入，过程艰难，特别是在边境问题上，基本也是各说各话，互不相让。虽然声明中多次提到“尽快”二字，包括将尽快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尽快举行下一轮军长级会谈，但鉴于印方错误主张并未根本改变，估计也快不到哪里去。而印度快报则认为，双方虽未就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问题达成突破性进展，但相较于去年10月谈判破裂的情况，这次能够发表联合声明已是较好的结果。有观察就特别指出，与以往不同，此次联合新闻稿提及两国国防、外交部门代表参加，这表明两国高度重视此轮会谈。军方和外交部门都在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指引，共同致力于解决分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程晓禾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不容否认，中印当前仍存在结构性矛盾，而边境问题又是其中的老大难问题，一时半会儿很难解决。但只要中印有改善关系的意愿，就能通过对话来缓和局势，为周边乃至国际社会树立处理两国分歧的典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项共识。那就是在这么一个冬季，也就是在我们奥运会召开之际双方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保持地区的稳定那就是符合了这个奥林匹克的一种不战这么一种精神。而在此次会谈后，印度先锋报周四就报道称，印度总理莫迪在与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协商后，已作出决定，将派出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称这符合印度政府的邻里优先政策。消息人士表示，印方这一举动可能会带来一个重新设定中印关系的机会。莫迪政府最近对中国政府有示好的这种迹象，我觉得这从某种程度上也是自己外交政策上主动做出改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动。因为我们也看到
印度与周边国家关系一些紧张，有外部因素的这个影响，当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之间关系紧张的影响。所以这个穆迪的强调周边国家优先，主要是因为反思了自己对周边国家的一些政策，通过调整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来稳定和改善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也是穆迪政府的目前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思路。对于印度近来的外交调整，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认为，过去1年印度内外交困，尤其是在外交上，因为过去几年来与美国走得太近，直接损害了印俄关系。但去年年底双方举行了会晤，这说明印度实际上在进行战略回调。此外，在推进中俄印3国外长会议时，印度也表现得很积极。多种迹象表明，印度希望在欧亚与印太之间，也就是俄美之间进行重新平衡。具体方式则包括针对边界问题采取相对克制的举措，通过其在双边、多边外交当中的行为，展示出希望缓和中印关系的姿态。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中印第14轮军长级会谈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保持西段地区局势安全稳定，并尽快举行下一轮军长级会谈。您对此如何看？从表面上看来，中印第14轮军长级会谈在解决边境主权纠纷问题上，似乎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仅仅是达成了虽然没有谈成结果，但是还是要继续谈下去的共识。不过，我认为，要真正理解中印双方达成的要继续谈下去这一共识的意义，我们必须要从纵向层面来看，也就是跟并不遥远的过去来做比较。要知道，过去这几年来，中印两军曾经发生过好几轮激烈的肢体冲突，甚至是在加勒万河谷的冲突中还出现了伤亡。其中原因就在于中印两军在部分边境地区的对峙状态一直没有得到缓解，而且一线部队官兵并没有完全脱离接触，双方为此展开的谈判不仅毫无进展，甚至还出现了会后发声明相互指责，以至于有可能谈不下去了的情况。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摆在中印两军面前的道路只有2条，一条是凭借着各自的立场与情绪继续争执下去、吵下去，另外一条是双方克制自己的立场和情绪，理性的谈下去。选择前者只会让两国与两军的关系越来越僵，甚至从肢体冲突走向大规模的战争。而选择后者，这虽然不一定能够彻底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逆转双方继续争下去、吵下去的势头，有助于在边境地区维持和平与稳定。所幸的是，最终双方保持了理性，选择了后者。而在我个人看来，中印第14轮军长级会谈之所以能够达成要继续谈下去，而不是继续争下去、吵下去的共识，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双方创造性的采用了国防与外交部门同时参与会谈的2+2模式。大家知道，中印边境线事关双方的领土与主权问题，高度复杂与敏感，双方都不可能让步。而无论哪个国家的军方在面对领土主权问题的时候，都是天生的鹰派。假如仅仅是由双方的军人来谈判，那不仅有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让问题进一步走向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门的介入，这可以让双方的谈判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跳脱出无解的领土主权纠纷，从两国关系的大局理性地审视这些具体的问题。据印度主流媒体《先锋报》报道，印度已经决定积极对待北京冬奥会，这符合印度政府的邻国优先政策。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我一直坚持认为，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其实是损人而又不利己的行为，对这些国家未来发展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非常的不利。相反，作为一个曾经跟中国一样有过被列强侵略历史，而且后来实现了崛起的地区大国，印度清楚地知道，维持中印两国各自的国家尊严、
对于中印两国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因此，深谙东方文化并且与中国感同身受的印度，没有跟在美国后面瞎起哄，尤其是没有跟在美国后面选择一条跟中国对抗的道路。而在我看来，假如中印之间沿着这条邻国优先、与邻为善的路子走下去，不仅中印关系会迎来重置的机会，甚至整个印太局势与全球局势都将迎来重置的机会。首先，假如印度真正推崇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弘扬真正落实邻国优先战略，那就意味着印度会跟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其次，在中国与俄罗斯进一步走近之后，假如中印关系也迎来实质性的改善，无论美日澳英等国家在海洋上如何兴风作浪，至少团结的中俄印三国可以成为欧亚大陆稳定的定海神针。或者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在美国及其盟友的挑衅下，无论东海、南海、台海局势如何动荡，都不会对中国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至少中国在欧亚大陆层面是稳定下来了，而只要在欧亚大陆层面稳定了，也就意味着中国没有了后患，没有了后顾之忧。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卫星图像显示，美国已经派出一艘航母进入南海，另外一艘也在来的路上。拜登上台后，在中国周边摆出双航母架势，并不断骚扰中国航母的正常演训活动，进行危险的抵近侦察。令人震惊的是，美国海军高层竟然还鼓励这种不专业的行为。围绕南海的中美航母博弈，极有可能增加双方误判的风险，急需风险管控。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9日发出预告，当天上午10时左右，哨兵卫星在西部图水道以东附近海域发现了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研判卡尔文森号航母将前往南海部署。西部图水道宽约29公里，位于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3国海域交界处，是连接澳大利亚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最快速航道。果然，2天后，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大队及埃塞克斯号2栖戒备大队通过巴拉巴克海峡进入南海水域。传播定位信息显示，美海军另有奥凯恩号及墨菲号2艘驱逐舰也正随2栖编队一同行动，于当天深夜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预计美海军2支编队将在南海汇合展开联合行动。这是美军2022年新年来首次进入南海地区，同时也是自去年10月后，卡尔文森号时隔2个多月再次进入南海。周五，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指出，美国可能会同盟友在北京冬奥前后和期间，在中国周边继续进行军事演训活动，此举违反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国一定能为世界奉献一届成功的奥运盛会。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是第76届联大协商一致通过的，反映了联合国所有成员的共识。这份决议敦促各国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7天到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后7天，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并停止敌对行动，呼吁各国努力促进和平与人类相互了解。各方切实遵循这一精神，既是责任和义务，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值得注意的是，去年9月、10月和11月，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都到南海进行挑衅，甚至在11月结束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准航母在南海的联合行动后，就一直待在菲律宾海附近海域，直到这次再进入南海。而同行的埃塞克斯号2栖戒备大队和第11海军陆战队远征单元，在刚刚结束为期3个半月的在中东任务后，就直奔南海。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搭载 F-35C 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本月3日也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基地前来亚太部署，以维持在南海周边的双航母态势。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双航母战斗群是拜登上台不到1个月就在南海推出的一项新部署。去年2月，罗斯福号和尼米兹号2个美国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南海举行连串演习，目的是为了加强他们联合行动和指挥的能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当时批评美军的活动是在炫耀武力，不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的策略就是没有矛盾也要制造矛盾，有矛盾了，那么他美国海军
才有理由存在在这里，然后继续推行他的这个美国政策或者是霸权政策，这就是他最近几年一直都在挑拨中国和这个南海的周边国家，就这个南海的主权发生这个争议的这个原因。当然，他的挑拨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效果并不明显，一直来说的话都是美国自己在唱这个独角戏。同月，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马斯廷号驱逐舰持续对中方舰艇编队近距离侦察，严重干扰中方演训活动，严重威胁双方舰艇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性质十分恶劣。中国海军舰艇对美舰予以警告驱离。中国国防部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遵守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等规则，杜绝再次发生类似危险事件。事实上，美军在当时很快就删除了那张颇具挑衅性的照片，以掩盖其非专业的做法。但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司令罗伊·基奇纳周二出席美国海军水面协会全国研讨会时，却又拿此事炒作称，这次行动证明了美国水手们的勇气和技能，而水手们已经陶醉于受到中国的谴责，还称美军有权自由航行，显然是在鼓励这种极不负责任且危险的行为。军方这样做的话，当然对高层军官来说的话，是他们的一个政治资本，那么表明这个海军跟中国对抗的话很卖力。而且的话，从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个政治策略来说的话，它会渲染这个中国和美国军舰已经差不多了，甚至可能它会夸张一点的说，美国军舰现在甚至比这个中国军舰还落后了。另一方面的话是说，我们海军现在没钱了，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国会那边的话就有一个很强的游说的力量。美军除了频繁派航母来亚太搅局，还不断通过近距离接触、抵近侦察等手段发起挑衅。去年4月，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菲律宾海进行演习，美军马斯廷号驱逐舰近距离监视辽宁舰。当时美军发布的照片就显示，美海军军官把腿搭在船舷上，看着不远处的辽宁舰，距离近到可以看清辽宁舰的舰载机。从这个侦察原则上来说的话，当然是距离越近，看得越清楚。那么距离近的话，它这个电子侦察会捕获到更有效的这个信息。然后它如果距离特别近的话，还可以做目视侦察，就是说直接用望远镜来看。这样的话，它可能会比其他的侦察手段得到更多的信息。比如说咱们的飞机起飞的时候，它可以看到我们的飞机刚离开甲板的时候的速度多少，这个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数。那么所以它就是一个铤而走险的一种行为。这么近的距离，马斯廷号显然是在搜集情报，但过度靠近会导致两方面风险。一是国际公认，当两艘大型军舰距离小于2海里时，会被视为带有明显的军事意图。第二，航母在进行舰载机起降等训练时，会随时根据风速调整航向，以减少舰载机遭受的侧风影响。在此阶段，航母需要与周围其他舰艇保持更远距离，以防止突然转向发生险情。分析指出，无论马斯廷号出于什么目的过度接近辽宁舰，都违反了2014年中美签署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因为咱们的舰载机起飞的时候，有一段航线的话，那个高度是很低的。如果它前面刚好有驱逐舰，就会有可能发生一种很严重的情况，那就是咱们的飞机的这个腹部跟它的桅杆顶的话相擦撞。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航母起飞的话，一个原则就是说要逆风航行。那么随着风向变化的话，我们这航母这个航向是会变化的。那么如果很近距离上有一些不属于我们编队的、没法指挥的军舰的话，那么这个咱们的航母突然有一个转向，那么美国军舰不转，那么这个时候的话，甚至有可能发生2艘军舰相撞的事件。